属鼠的朋友，请先深吸一口气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关于你2026年的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，2026年你将面临人生中最激烈、最动荡的一次天象宣战，命宫正冲太岁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犯太岁，而是能量最强的子午对冲，如同两军对垒，针尖对麦芒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你的事业、财富、人际关系，乃至于你的家庭，都可能在这场剧烈的冲撞中被彻底洗牌。但是，你以为我要劝你偃旗息鼓，多事不如少事吗？错了。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，正是这场百年难遇的剧烈冲荡，为你的人生撕开了一道通往暴富和阶层跃迁的裂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年，你要么在风暴中沉沦，要么就乘着这股逆势一飞冲天。是深渊还是巅峰，选择权就在你接下来的每一个决定里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解析属鼠人如何在2026这片布满地雷的战场上，精准地找到那条通往宝藏的秘密路径。古人说，伴君如伴虎。2026年的太岁就是那位手握权柄的君王，而你，属鼠的朋友，恰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。这种对立会演变成你生活中的3颗隐形地雷，我们必须先学会如何识别它们。第一颗地雷叫以下犯上，这是你职场和人际关系的全面红灯。想象一下，你一直敬重的上司，你突然觉得他处处针对你，你视若珍宝的合作伙伴，话里话外都在挑战你的底线，甚至在家里，你对另一半的耐心也降到了冰点，总想为反对而反对。这种莫名的叛逆之火会让你不自觉地挑战权威，破坏和谐。最终，这股力量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，让你在职场的晋升之路戛然而止，甚至众叛亲离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子午冲带来的强大负面情绪磁场。第二颗地雷叫大号，这是瞄准你钱包的精确制导导弹。大号这颗凶星可不是小漏财那么简单，它更像一个财富的黑洞，专门吞噬你辛苦积累的资本。可能是你看准的一个投资项目，一夜之间变成泡沫，也可能是一笔突如其来的巨额开销，比如家人生病、房屋大修，让你瞬间回到解放前。它会让你感觉钱就像流水一样，怎么都留不住。第三颗地雷叫求欲，这是让你身陷囹圄的法律陷阱。求是囚禁，欲是欲望。当你的欲望失控，就容易触碰到法律的红线。2026年，属鼠的朋友在签署文件、合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，一个数字的错误，一个条款的疏忽，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官司纠纷。一些看似能走捷径的偏门生意，别人做了没事，你一碰就可能被抓个正着，让你陷入求告无门的困境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心凉了半截，感觉2026年暗无天日？别急，这恰恰是我要带你穿越的迷雾。记住，风水命理的最高智慧，不是告诉你哪里有危险，而是告诉你危险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机。现在，我们来揭晓那个最重要的秘密。为什么我说这场危机是你的机会？因为在命理学中，有一种格局叫做不破不立，破而后成。2026年，
你的命盘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罕见的组合：正财偏财同宫，富贵险中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你原本按部就班赚取稳定收入正财的模式，在2026年会被彻底打破。但与此同时，获取爆发性意外之财偏财的机会却被激活了。就好像一辆平稳行驶的汽车突然被推上了 F1 赛道，虽然风险巨大，但速度和激情以及最终的荣耀也是前所未有的。那么，如何驾驭这股狂暴的能量，而不是被它掀翻呢？你需要3种心法。第一种，见山不是山的宽广胸怀。当麻烦找上门，当别人误解你，当项目陷入僵局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这只是太岁给你出的一道考题。你要练习一种灵魂出窍的本领，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待自己的遭遇。不要纠结于眼前的得失，更不要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当你能笑着调侃自己的损失时，转机就已经悄然出现了。这种幽默和豁达能帮你避开与上司、客户的正面冲突，保持职场的弹性。第二种，胆大心细的战略定力。既然是险中求富，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畏首畏尾。很多看似是亏本的买卖，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商机。但是胆大绝不等于鲁莽，你必须心细，在行动前做足功课。我建议你准备一个决策笔记本，把任何重大的工作和财务决定都写下来，反复推敲，三思而后行。尤其是在签署文件时，多找一个信任的人帮你复核，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会帮你省下几百万的麻烦。第三种，按兵不动的守成智慧。在财务上，2026年你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守。守住你的现金流，这是你反击的弹药。别人说的天花乱坠的投资项目，利润再高，你也要如如不动。因为大号星会让你有一种投机孤注一掷的冲动，那正是陷阱所在。记住，你的机会不在于主动出击，而在于当别人都倒下时，你还站着。鸡蛋永远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保险、定存、短期债券，这些看似笨的理财方式，在2026年却是你最坚固的护城河。记住，2026年，你的敌人不是太岁，也不是你的对手，而是你失控的情绪和贪婪的欲望。控制住他们，你就赢了一大半。同样的风暴，对于不同航程的船只，应对策略也完全不同。接下来，我将为不同年龄段的属鼠朋友提供一份专属的通关秘籍。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，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。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，请订阅般若语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给2020年出生6岁的小朋友父母，这一年，孩子会变得格外好动、叛逆，容易磕碰、烫伤。家中的厨房、浴室是高危区域，务必看管好。不要跟孩子硬碰硬，他的反弹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多一些拥抱和耐心，陪伴是化解他内心躁动的最好良药。家中的南方如果有工地动工，孩子容易发烧，可以在北方或东北方点一盏长明灯，以稳定磁场。给1996年出生30岁的朋友，而立之年本该大展拳脚，却处处碰壁。上司的压力、同事的误会、资金的短缺，会让你萌生老子不干了的念头。请千万忍住，
这口气咽下去就是格局，咽不下去就是世故。只要你撑到2026年秋天之后，你会发现所有的误解都会烟消云散，而你的坚韧会为你赢得正财和偏财的双重回报。感情上会有不错的缘分，但今年不宜结婚，可以先交往，考验对方是否是能陪你走过风雨的真心人。给1984年出生42岁的朋友，42岁，人生的黄金时期，事业和能力都达到顶峰。但今年岁破和大号双双入命，意味着你做生意要时刻警惕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。学会慢下来，观察大环境的变化，再做决定。健康上要尤其注意血光，开车务必保持车距，不要超速。记住，你身边属羊的朋友是你的贵人，迷惑时多听听他们的建议。给1972年出生54岁的朋友，经验和人脉是你的最大财富，但今年5大凶星齐聚，你要记住8个字：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不要试图开拓新事业，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就是最大的胜利。尤其要提防法律和合同上的纠纷，看不懂的文件，宁可花钱请律师看，也绝不草率签字。定期体检，多准备现金，留以备不时之需。属兔的朋友能为你指点迷津。给1960年出生66岁的朋友，这个年纪平安健康是最大的福气。今年岁破入命，不宜远行，尤其要避免高风险的活动。在家修身养性，读经典是最好的度过方式。使用刀具要格外小心，建议今年主动去献血或洗牙，以应血光之灾。在家里南方摆放水晶饰品，可以化解煞气，提升家宅运势。给更年长的朋友，如1948年78岁，安全第一，进出浴室、厨房千万小心地滑，不要勉强自己开车或骑车，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。子女的陪伴和关心是你今年最好的护身符。属鼠的朋友，现在你再回过头看2026年，它还只是一个充满厄运的年份吗？不，它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，它会筛掉你生命中那些虚假的人际关系、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脆弱的财务结构。它也是一个压力锅，通过极限的挑战，逼你激发出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、智慧和勇气。记住，2026年最重要的贵人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能包容你坏脾气，能体谅你难处，能陪你一起走过这段艰难岁月的人。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伴侣、家人或挚友。如果你遇到了，请务必珍惜。最后，请记住我今天所说的一切。2026年正月15，去寺庙为自己点1盏太岁灯，这不仅是祈福，更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提醒自己新的一年要时刻保持觉知和敬畏。风暴终将过去，当2026年的硝烟散尽，有的人会被拍死在沙滩上，而有的人会站在全新的高度，俯瞰自己打下的江山。你会是哪一个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帮我点赞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属鼠的家人和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